好吃吗？还是你做的糖狐狸最好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再给你做啊。我也喜欢紫薯饼。那不行，那不给做。为什么？哎，这神官大人和公主殿下还真是夫妻情深啊！是啊，他们夫妻如此恩爱，当真是羡煞旁人啊！哎呀，真是令人羡慕。这就令人羡慕。我们白天出来逛，倒不如夜里自由自在。我倒是知道个安静的地方，可以带你去看看。什么地方？去了就知道了。啊！你知道我最害怕的就是蛇了，你还带我来这个地方？有我在，他们不可能伤到你。在这儿，你就是阿兰惹，你是在他们看护下长大的。阿兰惹刚出生时，就是一直待在那边。想必他们还认识你。就算认识，我也不敢进去啊！到底有何事啊？带我来这儿？你还记得吗？在梵音谷里，我们就是从这蛇阵中误入了阿兰惹之梦。我在想，这蛇阵中是否藏有什么秘密？真的吗？那我们可以走出去吗？毕竟这蛇阵是人为造出来的，和真实的蛇阵不一样。在你入梦之后，我在外面听说，这阿兰惹之梦，似乎是偶然飘落到解忧泉蛇阵中的。其实据我观察，这阿兰惹之梦和十恶莲花镜差不多，都是幻化出来的结界。既然你能够轻而易举地从十恶莲花镜中破镜而出，那么阿兰惹之梦应该也不难吧，对吧？这个嘛，除非你受伤了。所以你是在入梦之前就受伤的？帝君，你实话告诉我。我觉得你在这里的法力远不如在外面强大，你到底是如何受伤的？要陪你一同进入阿兰惹之梦中，且不对它造成损伤，唯有卸下我周身9层法力，凭肉身入梦。卸下周身9层法力，那岂不是帝君为了我，冒着生命危险？你不算什么，这么多生死大战都经历过了。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。我的伤并不重，你若真想我不做傻事，唯一的方法是你自己不做傻事。怎么又绕回到我身上来了？这阿兰惹之梦和十恶莲花镜还是不一样，这儿大得多，还要厉害得多。我没有把握在施展法力破除此梦时，还不伤到你，所以我们还是看看这蛇阵有什么蹊跷吧。哦。怎么样？如何了？看来要走出这个蛇阵和阿兰惹之梦，也只能按照阿兰惹的人生轨迹走下去了。暂时也只能如此了。走吧。莫少曾经跟我说过，自犬鹰兽一事之后，他便离开了梵音谷，沈爷和阿兰惹留在府中。两人虽未表明心意，
但也一直是两情相悦，甜甜蜜蜜的。是吗？如果说我要按照阿兰惹的人生轨迹走下去的话，那我岂不是也得要……那自然是不行的。那就按之前说好的，我同沈烨保持好距离。莫少曾经也跟我说过，小的细节上面倒是不必太在意，记得在大事的选择上，只要跟阿兰惹保持一致即可。那苏莫叶有没有说过下一个发生的重大事件是什么？上君驾崩，不过好像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。我们先回去吧。走了一天了，脚都起泡了。是吗？待会儿给你揉揉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先回去吧。你要做什么去啊？放心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哦。这是谁送来的信件啊？原来你是去取木芙蓉花膏去了呀？这么神神秘秘的，至于吗？这里没有木芙蓉花，所以做不成木芙蓉花膏，勉强用这个。你是不是打算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？你怎么会这么觉得？那这个呢？这个怎么说？一些小事而已，无需让它打扰你我。信上都已经说了，这是第5封信了，怪不得我说我为什么老是闻到一股墨香的味道。你是把信全都给烧了吧？无妨，我心中有数。你托他制的法器，如今已经到了收尾之期。此等高妙法器，成像之日最为凶狠。如若收尾收不好的话，之前大家的精力不但白搭，还可能会被反噬。所以，你还是快快回去吧。沈烨这边，沈烨那边，我自有分寸，我一定会处理妥当。但是我会出去很久。很久？很久是多久？几个月？几年？那总归好几日吧。才几日，看你说的跟要去好久似的。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还不够吗？你看你，还说自己不会说好话。殿下，谢泽大，怎么了，查查？快说。刚刚宫里来消息，说上君和君后好久没有见到殿下，让殿下进宫，以慰相思之情。啊？给夫君母后请安。
免礼。谢夫君。近来可好啊？回夫君的话，一切都好。听闻西泽神官近日住在你的府上，你们相处的还好吗？我与西泽神官相处的一切还算平顺。如此甚好。只是相处的还算平顺吗？近来王城中可是盛传你和西泽大人恩爱有加，很是让人羡慕。回母后的话，我与西泽神官确实去逛过市集，但是并未做出有损王家体统之事。无妨。从前西泽一直冷淡，能对你如此热心，我们都为你感到高兴啊。有劳夫君和母后挂心了。没什么事，那你就退下吧。是。哎，对了，沈烨不是在你那儿制剑吗？现在制得如何了？我对于制剑不甚了解，不过却从未听到他说过有什么不顺利或者麻烦之事，所以想来应该还算是顺利的吧。算是顺利的。如此重要的兵器在你的府上锻造，难道你不应该去过问一下？母后教训的是，我这就回去问问情况如何了。这样吧，不如我同他一块儿回去，查看一下进度如何。啊，如此也好啊。你们母女俩平时也难得说说话啊，去吧。那你陪夫君聊聊天，等等我。是。母后竟懂得如何制剑？不懂。那莫非母后是想借这个机会与我单独说些什么，是吧？西泽怎么突然看上你呢？母后好奇怪，竟会这样问。西泽大人早已是我的夫君了。可是我听说西泽大人一直久居于齐南后山，你们夫妻是有名无实啊。母后，那都是外面的传言罢了。西泽大人与我一直都十分恩爱，难道母后宁愿听信小人谗言，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女儿？放肆！母后息怒，我只是在阐述事实罢了。不知母后为何会突然提起西泽？难道是听闻我与他恩爱之名，母后反而有些担心了？你如今是仗着西泽宠爱你，都胆敢这样跟母后说话？不敢。阿兰惹的这个母亲，当真对他如此厌恶？母后，我带你去制剑房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。今日真是奇怪。君后刚过几日就再度来访，就不怕上君怀疑吗？你放心，这次是他让我来的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要造反的人又不是我。无论如何，本宫都不会牵连于你。过去的你不会这样沉不住气。本宫今日前来，就是想再问你一次：倘若你愿意加入，就请明确表个态；若你不答应加入的话，
也请直说。即便没有你，本宫也会动手。殿下，殿下，怎么了？老管事前来传话，说是沈烨大人邀你前去梦春院。什么？邀我去梦春院？是。他可曾有交代过是何事？我问老管事了，他也不清楚。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就去。可知这是什么？似乎是某种法器，有何用啊？这是琉璃盏，可以搜集元神和记忆。搜集元神？这里面就是阿兰惹的元神。这个梦，就是我为复活阿兰惹而造的。这阿兰惹之梦，果然是你造的。你上次不是说替阿兰惹感到不值吗？我不想知道你是谁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没有你说的那么无情无义。我的真心都在这个梦里，这里就是我为了复活阿兰惹而造的。我一直在用琉璃盏去收集他的元神，一直想他能够回到我的身边。所以说，这并不是阿兰惹的心魔，而是你的心魔。对，自他死后，我就一直在这梦中，陪他重复经历着他的人生，在他死的那一瞬间，收集他的元神。阿兰惹，他一定会知道的。已经对他如此深情，可是这地仙死后还能复活吗？受而有终的地仙们和凡人一样，会通过劫魄灯和其他方法再度重生。纵使元神消散无影，劫魄灯也没有办法，但只要造出这个梦境，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，还可以让已死之人复活。我同莫少少演了一场戏，我还觉得有些内疚呢，却没想到你竟也是在演戏。那你现在为何要告诉我？我本不想告诉你，但由于你的出现，你占据了阿兰惹的身体，一切都变了。西泽变了，全阴兽石阵没有了，就连青化找我的时间都提前了。本来每经历一事，我都可以收集一部分阿兰惹的元神。明明这一世我就要成功了，可是没想到，你可能会因为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我知道，一定有人在暗中指导你，让你按照阿兰惹的生命轨迹继续演下去。这个人就是苏莫叶吧？对，莫少，他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凭什么知道？他有什么资格知道？
就因为他的出现，让阿兰惹离开了我。可是，在阿兰惹生命最后2年，他却去了西海。他知道什么？他根本不知道后来阿兰惹的选择。你要想出去，你只能听我的，因为有了你，变数重重，我们只有回到原来的轨迹，才能完成元神的收集。你想要让阿兰惹复活，是想要弥补过去的错吗？错了就是错了，我从不想欺骗他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让他回来，无论到时候他恨我也罢，视我如陌路也罢，我都要当面对着他说，我们有太多误会，我们错过太多。我爱的，我不想再失去的。好吧，那我帮你。不过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阿兰惹，他活得实在太痛苦了。我想让他再复活一次，知晓在这世界，还有人对他如此深情。什么人？一上来就下杀手，那就别怪我坏你好事。好好待着。我都看到了。你看到了什么？阿兰惹的记忆，灵书台、书写、全阴手。阿兰惹元神和记忆都进入你身体里了。没错。我先扶你回去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发生了什么？那你自己去看吧。事情都太过琐碎，太多了点。随便挑一段时日看起。那日你将这4季果树搬至院中，如今也已经开花结果了。蛇阵中也有4季果树，我幼年时都是吃这个。听说从前蛇阵中并无此树，却在一夜之间，竟然生根、发芽、开花结果。
想必是老天爷也在怜悯我吧。你同阿兰惹确实有过一段真情。阿兰惹对你之心清清白白，可昭日月，但你对他似乎不是那么真切。是啊，阿兰惹待我如此，我却太懦弱，太不懂得珍惜了。可是阿兰惹与你共处的那段时间，是他最惬意的时光。如果让一切都在那一刻永驻，也没什么不好的。似乎后来的事情都有些被动。其实，你可以选择不去了解他。你看到了什么？你同阿兰惹在下棋。然后呢？查查走进来了。殿下，大人，上君大。何事如此慌张？慢慢说。宫里来消息，说上君病薨了。夫君一向身体安健，怎会突然？等等，等我回来，这局先做残棋留着。等我回来，去吧。你说的这些我还记得。之后呢？之后，阿兰惹走去了王宫，见到了正在床上的夫君，已经没有了一点气息。夫君虽然从来都不喜欢阿兰惹，但阿兰惹还是痛心的大哭了一场。我还以为他并不爱自己的父亲。之后呢？阿兰惹想要帮乡里鹤一起处理夫君的后事，母后却回绝了他。于是他便一个人回到府中。殿下，沈夜呢？大人片刻前被太子乡里鹤迎回了祁南神宫，说是去主持上君大丧。
老农正要派人去宫中通知殿下，不想殿下已回。神官长出门不过片刻，想来并未走远。下去吧。是，殿下。原来，相比于我，你更在乎的还是你自己。那天你送我这个，是在向我告别。我竟没看得出，阿兰惹满心渴望的想要见到你，但是你却不辞而别了，竟没等到去见他最后一面。沈烨，你到底去做什么了？为何如此自私？那是一个变数，让我意想不到。如果可以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阿兰惹最后到底在想什么？比如最后，他是不是十分恨我？没有，他没有恨你。只是他心中不免有些遗憾，你同他的道别，竟然都如此隐晦。之后他便入狱了。你们几个去那边！是。来人，把阿兰惹抓起来，押回王宫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我犯了何事？为何要抓我？少废话，带走。是。快走。舅舅，阿兰惹，你可知罪？阿兰惹不知何罪之有。弑君杀父，你竟敢说不知？哼！渔家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冥顽不灵，这样下去定是死罪一条。来人，将阿兰惹带下去，押入牢中，听候发落。是，押走。这一段太悲凉，太心痛了。一个母亲，怎可对自己的亲生骨肉如此残忍？我之前也没有想到，清华会背着我置阿兰惹于死地。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，就是看错了他。阿兰惹真听信了清华挑拨之言，才生出必死之心。万箭穿心，生不如死，原来是这种感觉。我说过了，我是为了骗清华。且不论你说的是真是假，就算是真的，阿兰惹当时又如何知道呢？他眼前的天真，眼前人的言辞，不是更为可信吗？我记得莫少曾经告诉过我，他问过阿兰惹，若有天恨你，是因为什么原因？你知道阿兰惹是如何回答的吗？阿兰惹说，
肯定是因为得到过，而又失去了。比如你爱上他，后来你又放弃了，爱上了另外一个人。臣弟拜见君后。何事如此慌张？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姐姐，下边人已经回报，事情都已经办成了。闹得足够大吗？夜宵族确定能出兵？姐姐放心，范氏领地正好是夜宵族大王子管辖之地。此人性子急躁，天生少武，绝对没有不上当之理。很好。那姐姐这边已然筹划妥当，随时可以出兵。成了。帝君所要打造的法器，原来是一面镜子。这是妙华镜。妙华镜。九重天上的妙华镜，我倒是也听闻过。这两者之间，正是仿造那个打造的。不过我给改了改，虽小巧了些，但先者的前世今生还是看得到的。帝君的意思是，可通过这面镜子看到阿兰惹的死因。对。我从不知，这世间还有能断出神仙前世今生的法器，确然稀奇。我推断，造出阿兰惹之梦的，正是沈夜。沈夜？那他想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正好，我们看看他先做什么，然后再看看小白和阿兰惹有什么联系。如此，就从沈夜第一次见到阿兰惹看起。我记得阿兰惹曾说过，他第一次见沈夜，是在他年幼时一次沈夜的生辰。你得病了吗？这梵音谷哪位良药比得上神官的血？我来救你。看来，真正的第一次见面，比他所知要早一些。虽然你长在蛇窝里，但却不是条蛇。你是比翼鸟族的公主，所以你必须得有名字。既然你父母不愿意给你起，那我给你起可好？阿兰惹，
这是你的名字。如果以后我说这3个字，就代表我在叫你，知道了吗？阿兰若。你可还好？原来沈烨在年幼时就拿血背给阿兰惹，而阿兰惹手臂上的3个字也是沈烨给刻上去的。从这一点来看，他们俩之间的缘分从一开始便比我深得多。缘分这东西向来奇妙，我一直都以为是阿兰惹单方面强求同沈烨的缘分，看来事实并非如此。而沈烨对阿兰惹似乎没什么真情，不然怎么会放任他走向死地？难道沈烨长大了之后，他的心性就变了吗？还继续往下看吗？后面的事我大体都知道。帝君，我们可否从上军薨逝、阿兰惹被诬入狱看起？我想知道沈烨到底有没有设法营救他。也好。大人，阿兰惹殿下府中来信。情话。大人，如今宫中一切皆在君后掌控之中，神宫里也安排了不少他们的人，大人千万谨慎啊！看来我是真的低估了他。大人，君后来访。神官长大人的计策果然是高明。现在宫中的局势算是基本稳住了，大人的锦囊该立头功。恐怕你不是专程来感谢我的吧？本宫答应过大人，事成之后，恭迎你重返奇南神宫。我可是说话算话了。君后还答应了我另一件事，难道你不记得了吗？本宫当然记得。今日来找你，就是为了这件事情。想必你已经知道了，阿兰惹弑君之罪已经坐实，目前收押在狱中。择日便要施枭首之刑了。君后不是答应我，要将阿兰惹交由我处置吗？唉，本宫知道，大人非常憎恨阿兰惹。他将你求助，的确犯下了大错。但阿兰惹毕竟是本宫的骨肉，若让他长期受苦，本宫也于心不忍。即便他犯下了天大的错误，罚他一死，还不能免大人的心头之恨吗？若大人给本宫这个人情做，日后大人用得着本宫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我还真想起一件事。
还请君后成全。请说。宗学中有个叫文田的女先生，我落魄时她待我不薄。如果君后真觉得对不住我，那就收她作为义女，将她聘与我为妻吧。没想到，大人原来还有这样一段情啊！这个好办，挑个吉日，我派人将文田送到神宫便好了。多谢君后。我知你娶我是为报恩，你可知，对你施恩最大的是阿兰惹殿下。殿下待你的好，连我都看在眼中。此番他蒙冤受屈，你却坐视不理。我的确曾喜欢过你，但今日看来，你不值得。今日宗学的夫子送了我几株白芷草，据说以根入药，煮水来饮，可以除湿活血，用泉水来泡，效果尤其好。想着你终日坐着，你既说我当不上你的喜欢，那这是什么意思？有我在你身边，君后总归放心些，对你的监视也会减轻些。君后还跟你说了什么？都是些客气话，大抵意思就是试图利用我来守住你吧。你对我倒是毫不隐瞒。我问心无愧，没有什么可隐瞒的。君后只是担心你去救阿兰惹殿下，可我觉得他怕是高看了你，我倒是希望你去救。知道吗？白芷草要用天泉水泡最佳。明日我带你去祁南后山，取一些天泉水来。你什么意思？真不管阿兰惹殿下了？你先下去吧，我自有我的打算。等等，前面的天泉水会更好一些，听我的。你若信得过我，就陪我演一出戏。你假装失足跌到这河中，我会跳下去救你。我们顺着水流游到下游，可以躲开守卫一段时间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救他。这就是西泽闭关的地方。
有给西泽传信的计划，为何不早告诉我？如今我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。但你说的那些话，我内心很钦佩。这关系到阿兰惹的性命，我怕是青花让你来说那些话，试探我，所以我必须小心谨慎。这信封上的笔记，不是你的。西泽闭关的时候，有2名神官随身护法，我虽信西泽，却信不过他们，所以我只能效仿别人的笔记。你思路如此周密，可如果此计不通，又该怎么办？那就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。将阿兰惹的行刑之权交出神宫，到时候我护着他逃离。那你就得冒着生命危险。那又如何？虽然我不希望你走到那一步，但若真到了那一步，我也只能支持你。原来我一直都误会了沈夜，他到最后还是有设法营救阿兰惹，只不过他所用的办法同你想的不一样。那最后是西泽没有收到信，会是阿兰惹在西泽营救之前就已被刺死了。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，那我们同时看看他们2人。你受苦了。是你。皇儿，此番战争，务必凯旋归来。是，母后。君后，阿兰惹被人劫走了。你说什么？阿兰惹被劫走了？你们一群废物，一群人连他一个都看不住吗？快调集王城卫队搜，全城搜捕。是。神官长大人，阿兰惹失踪了，你不感到奇怪吗？我还能如何？难道还能怪罪君后的决定导致被人劫狱吗？我告诉你，沈夜，阿兰惹之事，我一定会追查到底的。这封信，你看了有几10遍了，看出什么端倪了吗？从字迹上来看，完全不认识；从内容上来看，倒是个知情人。我觉得，应该是沈夜。沈夜不是这个字迹。他如此恨我，怎会想着要救我？我想要下山一趟，
我刚刚费尽心力把你救出来，你又忙不迭的去自投罗网。山下有什么人值得你惦念吗？你从前常说，浮世浮生不过一场体验，我觉得甚有道理。体验的多了，便是寿命长；体验的少了，便是寿命短。我这段人生看似很短，实则很长。我近日才算是顿悟了。你方才问我，还有谁是我惦念的？也只剩我的王兄乡里鹤了。他向来待我不错，或许这封信也是他派人送来的。乡里鹤已经接了帅印，前往前线和夜宵族对战。王兄他生性良善，想必此次与夜宵族一战绝非是偶然，定是君后的计策，意欲要借刀杀人，将王兄除掉。可是王兄他从来不是御敌良将，此次一旦上战场，定然不会活着回来。即便乡里鹤待你很好，但这是他的命数，你还能逆天改命不成？你晓得我的性子，便该料到我定不会弃他于不顾。我前去战场，替我王兄上阵。你放心，我惜命得很，自会权衡。我这一生待我好的人实不算太多，你和莫师傅也不会像我王兄这样倒霉，无需我冒险相救。是啊，你的脾气我很清楚，纵然劝你也是枉然。那我要问你一句，若是你此行回不来呢？如果不能活着回来，那我便是以王兄之名战死在战场。这也总好过君后逼我自杀，要来得更有意义一些吧。届时还要劳烦你将王兄改名换姓，送我安全之地，让他过寻常的日子吧。还有一事，我曾给沈烨写过20封信，劳烦你将它要回来吧。那些写在信里的真心实意，现在想想，实在有些可笑。好，你的这些托付我都记在心里，但愿用不着我做这些。你什么时候下山？和风，日影，让我再偷得个浮生半日闲吧。王兄，阿兰惹，沈官，你们怎么会来这儿？王兄，我此次前来是有要事相告。王妹，请讲。夫君之死与我毫无关系，是君后设计陷害我。此次我族和夜宵族大战，也是他为了铲除你而设的诡计。你说什么？这次的大战是母后的诡计？正是。君后为了让菊诺夺下王位，势必要铲除你我还有长帝3人。王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此次前来就是为了要救你出去的。不，我不相信。王妹，即便是真的，我也不可能离开。无论这一次大战起因是何，明日我都将领兵出战。我必须护比翼鸟一族的平安。王兄，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，万不可再如此固执下去了。来人，来人！
仅此，王兄就托付于你了。你的心愿，我一定帮你达成。多多保重，切记，一切小心。阿兰惹替乡里河去战场，而那时，你又在做什么？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千华在监控着我以为阿兰惹在西泽那儿过得很好。我在神宫的花园里种满了四季树，等他回来。但是你并不知道，阿兰惹已经命不久矣。禀君后，前方战况十分惨烈，加急军令一个接一个，请君后立即派兵支援。君后，知道了，退下吧。阿兰惹，这朵花一定很适合你。
还受得住吗？受得住如何？受不住又该如何？都受着。我设想过无数次阿兰热死前的场景，却连真相的边都没有摸到。还继续看吗？我时隔多年再看，依然痛彻心扉，难以想象沈夜当时知道阿兰热死讯时会有多么痛苦。我不忍看，但还是想看。你怎么来了？沈夜，阿兰惹之前有20封信在你这里，我替他讨回去。为什么突然要讨回去？你还问为什么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情之一字，我从未沾染。我自然不晓得你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但是既然你顾念着阿兰惹，又何苦将他逼到如此境地？你的选择，他的选择，都是天意。好了，今日此来，我是念及阿兰惹临行前的心愿。把信给我吧。临行？你救了他，却让他走了？你怎么知道是我救了他？你不是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才救了他吗？那封信果真是你写的？若把你手下的神官看出来，特意仿了他人的笔迹，你竟然没有察觉，那阿兰惹也不知道了。他去哪儿了？难道没人告诉你吗？阿兰惹去了战场。战场？你既然能来这儿，一定可以助我离开此地。不管他在何处，我们现在即刻去把他找回来。现如今，我和阿兰惹仅有彼此，命运再出错，万不能在这步出错。万一连这步都走错了，沈夜，阿兰惹死了。死了？阿兰惹死了？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你居然什么都不知道！你之前上的表书，青花已经给他看了。他之前说，跟你此生并无姻缘，你是他争来的。他纵使心宽，终究有些东西他也是承受不住的。他临去私行河前，说他会回来。那时我没想到，他此去是一心求死。不可能！不可能的！阿兰惹怎么可能会死？他不可能死！你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信！他死了！阿兰惹死了！沈夜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阿兰惹已经死了。他死之后，青化还有菊诺才知晓，但是因为皇权种种，他们隐瞒了我许久，但是我不明白。
他们为什么要隐瞒你呢？告诉我，他现在在何处？阿兰惹在战场上孤注一掷，开启了凤鸣阵。这上古的凶阵吞噬了他的元神，他已化为尘土，湮灭在思行河。放箭。是。住手！母后，不要放。不要！都住手！住手！母后，表哥。我喜欢你，就算你捉弄我，也不该如此决绝地对我。无论再有何机缘，无论我变成谁，都不能再与你相遇。阿兰惹，早知如此，我的那些隐忍是为了什么？我对这俗尘俗世的忌惮是为了什么？我活着又是为了什么？这里有山有水，有花鸟虫鱼。阿兰惹若能在此处安息，很好。既然阿兰惹不能回来，那么与他一同安葬在此处，便是我的终局，也是你们的终局。沈烨不过是比翼鸟族的神官长，何来如此
毁天灭地之力了。还是先看完再说。西泽神君，你为什么要救他们？是他们害死了阿兰惹。沈夜，我毕竟是比翼鸟族的神官长，如此灭族的危机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？再说了，阿兰惹是有可能死而复生的。你可听说，在九重天有一件神器，名曰劫魄灯。劫魄灯只能让凡人复活，根本就不能为我等地仙所用。万物皆有法度，只要我们仿照劫魄灯的法度，造一将养之地，那阿兰惹就可能复生。你是愿意带着遗憾，跟他一同葬于此地，还是想再见他一面？我该怎么做？你愿不愿意为了阿兰惹，穷尽此生修为，为他造一个新的世界？起初，阿兰惹若只是一具躯壳，但是只要你搜集他散失的元神，他便可复生。此话当真？当然是真的，但能不能成功，就得看你的耐性了。我已经失去了阿兰惹，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再付出的。我现在就为他造一个世界。沈夜，不必操之过急。建造一个新的世界需要慢慢来。若是照你这番举动，很快你的修为便会瞬间耗尽。我已经失去了阿兰惹，只要能让他复生，耗尽我毕生修为又算得了什么？阿兰惹已离我而去，我便为他斩下3计。从今以后，梵音谷只有严冬，只有寒冷，只有恐惧。我要让你们记住，他的名字是乡里阿兰惹。我以为阿兰惹的情路上，我是个苦情的角色，未曾想，论苦情2字，沈夜更远胜于我。知道这样一个结果，恐怕未必如你所愿吧。我追寻此事多年，无非是求一个结果，但无论如何，这终归是一个结果。你刚刚问我，沈夜为何会有这毁天灭地之力？恐怕我们得先倒回去看看他的来历。这是他出生之前，
沈夜的原身倒回300年前，为何会出现在九重天阙？这不是太成宫吗？果然跟我有关。